呆萌可爱的雨林生态缸可以搁家打造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雨林生态缸。小时候下过雨后的山林里，潺潺流水的小河边，有小青蛙和各种昆虫，还有泥土的清香，让昆桑记忆犹新。那么今天昆桑就来打造一个雨林生态缸。先在隔壁王大爷家找来一块 KT 板，小刀子一切，小叶溶胶一粘，一个瀑布装置就做好了。里面会放一个小水泵，底部的2个不锈钢网可以透水过来，同时过滤掉杂物，防止堵塞水泵。里面粘上海绵，可以更好的保护水泵。底部的泡沫也可以起到支撑的作用。打造雨林生态缸，那必须得有个雨林缸。隔壁王大爷家正好有一个，那咱们先借来用一下。把买来的原木和杜鹃根摆里面，先看看效果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然后开始打发泡胶，趁发泡胶不注意，把原木铺在上面，打完一面再打另外一面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弄得到处都是。昆桑就差点被妈妈打了屁股。这时候还看不出任何效果，先别急，等30分钟后，把多余的发泡胶切下来，把瀑布装置放在厨房水池里，测试一下它的效果。水流挺强的，改变水流的方向，看看瀑布的干净。切完之后的发泡胶看起来顺眼多了。发泡胶后面预留一个管道，以后可以通过3通让水流在雨林缸背景上流下。在发泡胶上涂抹上巧克力色的玻璃胶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把它涂抹均匀，然后倒上椰壳土，让它们均匀的粘在背景上。瀑布上同样涂抹上粑粑色的巧克力，然后在上面铺上野外采来的石头和一些小石子，把杜鹃根摆放上面，底部铺上腐殖土，再来一层粗沙子。打开水泵，坏了，这下整尴尬了，背面的水管直接把水喷到了玻璃门上，不是玻璃门挡着这水，昆桑就失身了。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，昆桑只好开始重新设计瀑布装置。这次的效果还算可以，底部铺上防水布，打开水泵测试一下，这下水流非常顺畅。接下来就是铺陶粒了，准备一桶粗颗粒的陶粒，把准备好的水苔泡水里备用，后面铺上腐殖土，然后铺上一些粗沙子，接着就是把买来的苔藓插在背景和侧面，用这种细铁石固定，高度差变得太小，瀑布变成了小溪，小溪就小溪吧。然后就是种植植物了，种上各种植物，缸里马上就好看了起来。在小溪旁边种上墨石，它们喜欢在这种伴水的环境下生长。接下来可以添加生物了，首先放缸里的是这种鼠妇，各种颜色的草虫子，一只野外抓的千足虫，还有一些小跳虫。简单看一下效果。4个月后，雨林缸里的植物长得郁郁葱葱，这让昆桑很有成就感。这么漂亮的雨林，必须搭配颜色艳丽的箭头蛙，红红的就叫它们小黑吧。昆桑整了几只。1年后，这些小黑们在叶子上产下的卵变成了小蝌蚪，它们的爸爸妈妈会保护它们，带着它们到水里。小黑们开始繁殖，代表在雨林缸里的环境打造的非常舒适。昆桑不想干预太多，任由生态自然发展。植物长得越来越多，一切都看起来生机勃勃。缸里甚至长出了第一批蘑菇，这真的挺有意思的。每隔一段时间，蘑菇就会出现，不过它们只持续的出现2天，然后又消失了。昆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。缸里有很多小蟋蟀，这成为了刚刚变成青蛙的小黑们的美味。它们看起来非常可爱。小黑们和小黑的颜色有点不同，小黑们颜色非常鲜艳，捕捉起猎物来也很快速。这些像火柴头一样的东西，几个小时后，它们就会变成一个个小蘑菇，有一些已经变成了蘑菇。而这个生态雨林缸，每个角落的小生态都不太一样。这些小黑太可爱了，昆桑忍不住伸出手去，让它们爬到手上来，近距离的接触它们。昆桑每次喂它们很多果蝇，在果蝇上撒上钙粉，这样小黑们也就间接的补充了额外的维生素。除了果蝇，还有一些小蟋蟀和小蚯蚓。有些蘑菇长到了水面上，成为了小蝌蚪们的食物。水里还有一些涡虫，这也成为了蝌蚪们的食物。昆桑有时候也会变成采蘑菇的小姑娘，
把蘑菇放水里，让小蝌蚪们吃。昆桑会一周维护一次，修剪植物，喂小黑们食物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小黑们都会在雨林缸前面迎接昆桑的到来。这个小生态系统给生活添加了很多色彩和活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想整一个吗？好了，本期生态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喷泉可以搁家里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不可以，因为房东不同意。2年0 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喷泉。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喷泉，有细腻的，有粗犷的，还有这种缓缓的。看着它们不断的流淌，这让昆桑非常羡慕，也非常解压。昆桑想着家里也整一个，可是房东不同意。当计划好的事情被打乱后，心情很失落。昆桑来到了海鲜市场，看看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个小宠物，代替养喷泉的乐趣。逛了一会儿，发现了一个店铺，养殖缸里有个东西挺神秘，灰不拉几，长得好像块烂石头。问了问老板娘，这玩意儿怎么卖？老板娘说5毛钱2个，1块钱不卖。昆桑买了下来，长得像个大白馒头，就叫它小黑吧。这是老板钓鱼钓上来，头上的花纹看起来像戴了个眼镜。学名叫馒头蟹，分布于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等温暖海域。前面的2个爪子非常大，和后面的小细腿有很大的反差，经常会埋在沙子里，遇到危险会缩成一团，蜷缩在一起的时候像个大馒头，非常的呆萌可爱。把它带回家后，先扔进一个小缸里观察一下。对不起，是我冒犯了。小黑头朝下栽进了缸里，壳是圆圆的，挣扎着小短腿却翻不过身来。加油小馒头，怎么起不来了呢？小黑做了几次后空翻，想凭借腹肌的力量站起来。好家伙，还真的站起来，还吐了个泡泡。没事走2步，小黑走起来就像是馒头长了腿，看起来又笨重又敏捷。就这小短腿还想越狱，差点没摔倒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趴在缸里一动也不动了，这是玩累了要休息一下啊。小黑不动的时候特别像个大馒头，身子完美的贴合在了缸里，连爪子都配合的很好，不愧是叫馒头蟹。大大的馒头上有2只卡姿兰小眼睛，眼睛虽眼小，视力却不错。观察了小黑半天，昆桑都差点把正事忘了。今天不是去找喷泉了吗？昆桑把缸里的水抽掉一半，露出小黑的眼睛来，给小黑换一下水。正准备加水的时候，小黑做出了奇怪的举动。好家伙，原来你小子就是老佛爷给我的喷泉，这真是爬破铁鞋无觅处。得来还挺舒服。去菜市场2个半小时，一只海鲜治好了昆桑的精神内耗。小黑自己玩的还挺开心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先让他开心的玩着，昆桑这就给他整个大好使。昆桑抓紧来到海边，在这里采集一些海藻和石头，缸的底部铺上一层细沙子，放上海边采来的石头和海藻，可以让小黑更有安全感。随意的一摆，自研的杆脚就出来了。造景差不多完成，把小黑抓进来，他就开始玩沙子了，然后把自己的小屁屁埋进沙子里。他坐了下来，折腾了半天，他应该饿了吧？昆桑给他面前放了一只蛤蜊。来到新的环境，小黑好像兴奋的不怎么饿，可能晚点就会吃掉吧。1个月后，小黑还是比较容易饲养的，不管是给他海螺蛤蜊还是小虾小鱼，他通通都不嫌弃。才几天，缸里就吃的到处都是垃圾。小馒头慢慢长大，昆桑感觉这个缸也快装不下它了，想给它转移到大缸里。大缸里设备齐全，环境更好，而且这里还有一只小黄，小黑还可以跟它交朋友。就是沙子太薄，昆桑又整来一袋沙子，洗干净后加里面。好家伙，这整的好像沙尘暴，感觉沙子还是不够，再来一袋。过滤了一天，水变得很清了。这缸里看起来没什么东西，不过还住着几个和小黑差不多的奇葩。这里住着个美杜莎，这还有几根灌虫。在感觉到危险的时候，羽毛会收缩回去，过一会儿再慢慢的伸出来，把小黑抓过来。先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，里面加上一半老水，还有一半新缸里的水，慢慢的过水。怎么成了小黑的才艺表演了？它又变成喷泉了。
喷了半天也累了，来洗澡吧。小黑平时活动范围不大，头上长出了绿色的海藻，馒头都发霉了。洗澡的时候也不老实，还想当喷泉呢？你上辈子是喷泉吧？洗洗小手，小屁屁也来几下，终于洗白白了，把它放新缸里。这下小黑会很开心吧？一进去，小黑就开始挖沙子了，确实很开心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虾米和小虾虎们就来围观这个喷泉了。小黄也过来了，原来还有比自己长得丑的。昆商给他放了一个最喜欢吃的蛤，没想到让小虾米们给拖走了，再给小黑一个，又围上了一群小虾和虾虎，那能饮吗？作为后来到的小黑，自然是能的。好了，本期喷泉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